哎，钟庆，我看你的眼睛这么大，又炯炯有神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啊？哎呀，我的秘诀就是那个睫毛膏涂厚一点，眼睛就会看起来大了。但是我一卸妆的话我就眼神太滞了，看不下去了。你要涂24小时，不然你老公不认得你，好吧？好了，那么其实呢，新加坡有20%的人口呢都有干眼症，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好好了解这个病症。患上干眼症有方法治愈吗？一起来了解你是不是干眼症的高风险群。洗眼皮是为了什么呢？医生手把手教你怎么洗。护眼食疗还有穴位，你必须学起来。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，国王，你的近视到底有多深？你为什么要戴眼镜？不可以戴隐形眼镜吗？哦，当然不可以啦，因为我不戴眼镜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会很好看、很帅，我担心我会混变，你知道吗？那总之呢，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哦。马上呢，就让我们请出专家来给大家提供健康贴士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眼科顾问郭栋梁医生、素成大哥，还有阳光可乐小妹妹。欢迎欢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欢迎。哎呦，很开心呢。记得我认识素成大哥的时候，电视上看到他就是戴着眼镜的，斯斯文文的，所以你一路来都是戴眼镜的，是近视的。我比较早熟，哎呦，在10几岁的时候就懂得看美丽、好看的东西，所以就近视了。哦，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，就喜欢乱看，就散光了。到老年的时候，有些东西不看得太清楚，我的眼睛就模糊了，变成老花了。那时候我在怀疑我不懂有没有干眼症，有时候眼睛有一种不舒服的，所以要请教医生。哦，说的太好了，解释得很清楚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大概10多岁就开始戴眼镜了13岁，13岁啊？对。但是大哥，因为拍戏的时候不是每次都可以戴眼镜吗？那怎么办？其实我每一样的度数都不是很深，所以我现在拿掉眼镜，我还是可以找你拿一张50块跟一张10块牌100块，你看我拿哪一张？你一定拿10块的。你错了，我3张都拿。我不知道，厉害厉害厉害。OK， 那可乐有近视吗？我有近视，我差不多是11岁、12岁我就近视了，但是我也是不高，我200多度。我记得你以前是有戴隐形眼镜的，对吗？是。然后现在，因为我做了这个 ICL，就是瞳孔什么植入。那你问医生就知道了。ICL 是什么？ICL 是镜片植入手术。对，镜片植入手术。对，我就做了，大概是做了1年多左右。但医生呢？医生，你本身有近视吗？有，其实我就是6岁开始就近视了。对，6岁开始近视，对。哇。然后一直戴着眼镜，那么。大学毕业过后，因为那时做很多运动啊，所以戴隐形眼镜也不太方便。OK，是喜欢游泳、跑步。毕业过后2、3年就做了那个激光纠正手术。我听说那个时候他们说做那个LASIK激光纠正手术之后，眼睛会干。所以今天就想来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干眼症？其实干眼症的病因相当复杂，我们可以分2大组来解释。OK， 第一呢就是泪水制造的太少。第2组呢就是泪水太快的蒸发，是造成眼睛干。太快也不可以，太小也不可以。对泪水制造减少呢，它的原因包括年龄了。我们年纪越大，泪腺内制造泪水的细胞就越来越少。你看我的眼睛马上，对，我就反应。越老的话，那个制造泪水的细胞就越来越少，眼睛就越来越干。还有呢，眼睛或者身体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眼睛制造眼泪减少，例如眼睛结膜敏感炎，OK， 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，例如关节炎，这些都会使到眼睛制造不足够的泪水。关节炎也会？对，所以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呢，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太过敏，过敏的话就攻击制造泪水的泪腺，泪腺的细胞死掉就制造不够泪水。医生，会不会有些人天生就是泪水就比较少？也有，不过不多。泪腺不发达了，对呀，就是泪腺不发达。泪腺不发达，那泪腺不发达通常是因为那个泪腺的神经线受损。泪腺神经线受损的话，头脑就不能吩咐那个泪腺制造眼泪，眼睛也会干。那么眼睛表面层也是有很多这些神经线，神经线。所以如果神经线纤维受损的话呢，它也不能告诉头脑，我眼睛是干的，麻烦你给我多一点泪水。所以为什么那个眼睛表面层的神经线会受损呢？就戴太久的隐形眼镜。或者做任何手术，包括激光纠正手术或者白内障手术，都会使到眼睛手术过后变干。泪水太快消失呢，其实有几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是眼皮不能完全的关住。
眼皮不能关，为什么不能关呢？有时候脸部神经线中风，脸皮下眼皮就往外翻，还是有些人上眼皮下垂，做了眼皮纠正手术过后，割了太多，眼睛也不能完全关。那当眼皮不能完全盖住眼睛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你的泪水就比较快蒸发，对，眼我是睛就比较干有些人。睡觉的时候眼睛不会关完的，对它会人家眼睛那如大，果不会发生在你身是在上的。冷气房里面，不是更糟糕？对，所以我们的环境也相当重要。如果环境太干燥或者有风吹的话，眼睛也会呀，干。对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眼皮周围有一条这个油线哦，是油线的开动，如果阻塞的话，油不能顺畅的分泌出来进入眼睛。那如果没有这层油保护着眼睛的话，那个泪水就比较快消失。如果你用眼过多，是我们现在每次看手机啊、看电脑，对吗？当你专心看着手机、电脑的时候，你眼睛眨的次数就会比较少，而且有时候眼睛眨呢也没有完全的眨的关掉，只是部分的眨，部分的眨。那么看太久的话，眼睛就开始干。那还有在药物这方面呢？有啊，有些药水反而点进眼睛过后会使到眼睛更干。为什么例如有防腐剂的药水，甚至有防腐剂的滋润药水，如果你点的太多的话，那个防腐剂反而会使到眼睛更干。那么如果长期有使用药水，例如青光眼的病人啊，每次都用很强的药水，这些药水都会使到你的眼睛的眼泪比较快蒸发。我怎么知道那眼药水有没有防腐剂？通常罐装的药水上面都会写有防腐剂。那如果有防腐剂的话，一天最多用3到4次。还有一种眼药水是，好像有时候有些艺人会如果通宵什么，我们眼睛会红嘛，所以我们就点一个眼药水给它白。对那种是不是很糟糕呢？有没有副作用我不敢用说这些眼睛红点了变白，都是有一点点药物在里面，所以这个点太多，有时候也会造成干眼症。就干眼泪啦，没有其他的伤害吗你？这个通常不会。那我想知道是我们自己怎么去诊断自己有没有干眼症？所以自己要诊断干眼症呢，就看你自己的症状吧。 OK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症状，如果眼睛太累啊，有刺痛感啊、异物感啊、流眼泪啊、眼睛发红，然后你点了一些人造眼泪，就觉得比较舒服了，你就知道这个应该是干眼症。那除了仪器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测试一下有没有干眼症？有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泪水分泌测试。我们有这条小纸，我们可以把纸的头跟它折起来，然后放在下眼皮的下面，眼睛关住。5分钟之内呢，如果眼睛没有干的话，制造的泪水至少有30到50毫米。如果眼睛干的话呢，5分钟之内少过5毫米的泪水，就是眼睛不能制造足够的泪水。那广告之后呢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对干眼症有哪些看法。好，稍后再见。欢迎潘先颖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。是，欢迎。那想请教一下中医师，以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干眼症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，干眼症我们可以分成外在因素还有内在因素。那外在因素呢，其实刚刚医生也是有提到，就是所谓的我们外在环境，比如说太干燥啦，或者是说风很大，然后很多灰尘、沙子等等这些，就是会导致眼睛的干燥的。那至于内在因素呢，就比较偏向我们就是所谓的脏腑啊、器官这一些的，那可以分成干血虚还有阴虚的这2个症型。那干血虚呢，主要就是因为，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熬夜，常常的熬夜，或者是说工作啊等等太过疲劳的情况下，导致我们的肝血不足。你说熬夜，顺仁大哥年轻的时候，你们在拍戏的时候，1个礼拜都是夜戏。不只是我看眼睛辛苦，我们脑也是完蛋。有时候有一句台词，你可以连续3次，你都背不起来，你的脑袋空的。其实这个容易健忘啊，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医讲的，也是算是血虚的一个症状。通常这一类的人就会整天觉得很累，然后非常的健忘。那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呢，就是我们肝是开窍于目，所以说我们眼睛的健康状况其实是跟肝有很大的关系的啦。对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肝血虚的时候，我们所谓的肝血没有办法上溶于头面，没有办法营养濡润我们的眼睛，那就会产生干眼的情况。对，阴虚的部分呢，简单的来解释啦，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
好的水分不够。那身体里面好的水分不够，其实不只是眼睛会觉得干，其实这一类的人呢，也会常常觉得很口干。哦，容易口渴。对对对，容易觉得口渴。我们还有分好的水分跟不好的水分吗？有啊有啊，其实像好的水分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津液，那津液就可以体现在比如说像我们眼睛，我们滋润眼睛的这个液体，还有我们甚至说口水，口水其实也是算是好的液体来的。然后还有我们皮肤。皮肤要有湿润，要保湿，所以我们女生很注重保湿嘛。不好的水分其实就像他们水肿，水肿那种，那个就是我们所谓不好的水分，要把它排掉。对。那还有就是，你知道我们都有，不是我们，我算我们吗？都有更年期这个问题。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只要在更年期的时候，我们的肝肾都会往阴虚，都会有阴虚的这个情况。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，从更年期的年龄开始了，我们当一个分水岭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多数当然除了眼睛干涩之外，还会有皮肤干的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你可以看到比较多有一点年纪的人，他们的皮肤是很干燥的，而且会很容易有皮肤痒的问题。我们很喜欢吃炸的、辣的、榴莲这些比较燥热，常吃啊。对啊，真的常吃，对不对？那医师，请问有没有一些护眼的按摩法？哇，你很厉害哦，整天讨这种免费的东西。有，像我们护眼按摩法哈，最简单的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把拇指放在我们的太阳穴，对，太阳穴在这边哦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的赞足穴、鱼腰穴。还有丝竹空，那透过我们这样子揉，可以先放松我们的太阳穴，然后呢往外刮。那通常在往外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刮到我们的赞足穴、鱼腰穴，还有丝竹空。这个动作在睡觉之前做好吗？任何时间都可以。还有我们眼下的地方，那眼下的地方呢，就有我们的承泣穴，还有球后穴。其实就是在我们眼睛，你稍微轻轻的摸一下，你可以摸到你的骨头。那它有一个小小的凹陷，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承泣穴。那在我们的眼角这个后1/3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你摸上去，这个骨头也有一个小小的凹陷。是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球后穴。那这些地方我就比较建议用按揉的，不要去拉，因为拉扯会有细纹，会长皱纹，我们不喜欢拉。对。揉或者是揉就好耶。所以每一次大概是维持大概1-2分钟的时间吗？1-2分钟就够了。1-2分钟的时间就够了。对。除了这几个穴位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方法吗？其实我们中医呢还可以用刮痧的方式，在刮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刮痧棒。那刮痧棒呢，我们就可以呢在我们眉毛上面这边，可以由内往外。这样子做刮的动作，就可以刮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穴位。那至于用刮痧棒的后面呢，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，就可以比较好的点在我们穴位的位置上，那这样子效果也会更好。接下来就要请教这个医生洗眼皮的方法，好不好？对。好。现在我们就请郭医生来帮我们素成大哥洗眼皮啦。我在想为什么要洗眼皮，然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眼皮伤嘛，像我这样咯，伤所以被抓来洗嘛。眼皮伤哦。对，因为眼睫毛上有一条油孔嘛，所以这些油孔如果阻塞的话，油分就不能顺畅的分泌出来，那么眼泪就很快的消失。所以把这个眼皮刷洗好呢，这个油孔没有阻塞的话，那个油分就能顺畅的分泌出来，保护泪水。好，来。所以在家里呢，我们可以买一些婴儿洗发水，婴儿洗发水就算跑进眼睛不会刺激到眼睛。然后就买一些普通卸妆的棉花格。棉花格折2次，对吗？OK。然后婴儿洗发水呢，掺一点点水，然后我们就浸进去，然后呢，在镜子前呢，把下眼皮拉下，过后呢，这条油孔这边就用卸妆的棉花格轻轻的刷洗。OK。至少20次。上眼皮呢比较难刷洗，所以上眼皮呢是把眼睛轻轻的关住，然后一样的用棉花格刷洗一下就 OK 了。OK。然后用清水把它冲掉。早上洗1次，晚上洗1次。那做好习惯的话，每天洗眼皮的话，干眼症就会比较好一些。是。站起来比较好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没有问题。那郭医生，这个好像没有干眼症的人也可以这样每天洗吗？对啊，没有干眼症的人应该保护避免干眼症的产生。也可以避免其他眼皮的疾病例如针眼OK，所以它是有好处的啦。对。
西医方面是怎么样去治疗干眼症的呢？干眼症的治疗，第一就要洗眼皮，很重要。第二呢，我们是可以用眼药水。那眼药水有很多不同种类，没有一种眼药水是最好的。每一种眼药水对不同的眼睛都有不同的作用。最好用的就是这些日抛不含防腐剂的人造眼泪。对，这个好。不含防腐剂呢，就是不会伤害到眼睛，一天用几次都无所谓。市面上现在有一些新的罐装的药水呢，都有一个特别的进出处。这个进出它有特别一个 valve， 只让水出来，细菌跑不进。那么这也是没有防腐剂罐装的。那么如果没有防腐剂的罐装的话，也是可以尽量的用。那么如果1个月用不完呢，通常可以耐到3个月。那么当然，如果用了药水还不好的话呢，我们是可以用比较浓的药膏。药膏也可以，药膏也可以。因为药膏挤出来的时候呢，它比较浓，就会透明的。对，它是透明的。还是用那个棉花棒？不需要，可以直接挤进去眼睛。通常是睡觉之前。对，因为放了过后眼睛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模糊，所以我通常是教别人睡觉之前你就放下。如果我们点了这些药水药膏还不好的话，我们会有比较强的药水。这些比较强的药水呢是刺激你的泪腺，使到泪腺制造更多的泪水。那我们眼睛也会发炎嘛？对，发炎也会用到其他的。对啊，如果眼睛太干呢，眼睛表面层有时候会结膜炎，眼睛发红，那么就要用特别的药水，例如一些类固醇。不过类固醇的药水呢是很有效，不过不可以长期用。类固醇长期用可能反而会造成白内障或者青光眼。如果点了药水呢，还有用了比较强的药膏，这些眼睛还是干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泪道的开洞用一个硅胶塞住 silicone plug。对 ，silicone plug。对，我们眼睛旁边这边有一个小洞，对，这是泪道的开洞。我们的泪水是从这边制造的，制造跑进眼睛，然后从这个洞跑进鼻子、喉咙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开洞跟它塞住的话，你所制造的泪水、所用的药水就会累积在眼睛比较久。就在这个范围啦。对。哇，潘医师呢，这次是为我们带来了这个护眼食疗。对，这个呢叫做元气明目茶。有哪一些食材？有黄芪6克。那这个黄芪主要的功效呢，就是补气，好，那带给我们元气的这个一个功效。那再来呢，丹参也是6克。丹参呢，其实它有很好的养血安神，而且它也有活血的功能，所以说呢，对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是很好的。那再来呢，红枣我们会用3到5粒，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。那红枣呢，其实有很好的补益气血的功能。再来是菊花，大概5朵。这个菊花呢，主要是有疏风清热、清肝明目的效果。再来呢，这个是枸杞。枸杞呢，它其实对养眼睛、补肝肾都有很好的疗效。最后这个呢是石斛，一般我们会大概抓个6粒左右。那这个对明目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。煮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哦，就是除了菊花之外呢，其他的食材我们全部可以一起煮，滚起来之后呢，转小火半个小时。滚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再把菊花放进去，然后稍微焖一下就可以了。最后才放菊花。对对。那其实这个没有分时间来喝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什么时间都可以。年长者都会说以形补形嘛。是。如果我们吃那些眼睛的东西，是不是真的可以补眼睛？补眼。就好像说鱼的眼睛，大家会有些所谓吃。对 ，OK， 鱼眼睛这个部分其实对眼睛好的食材呀，有包括了我们所谓的 Omega 3。那 Omega 3里面其实从鱼肉里面就可以摄取到了，所以说不一定是一定要吃眼睛才可以补得到眼睛，其实你吃鱼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也知道说，我们有一些时候吃一些东西，如果对眼睛好的话，是要有维生素 A， 对不对？那可以从哪一些食材摄取这些维生素 A 的？比较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啊，就包括了南瓜、地瓜或者是芦笋，都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A。那还有呢，我们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C。比如维生素 C 里面，比如说奇异果、草莓、木瓜、花椰菜、菠菜，这些都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。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Omega 3。是。那 Omega 3除了鱼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吃奇亚籽、酪梨、腰果，这些都有很丰富的 Omega 3。在中医方面是如何治疗这个干眼症呢？中医方面呢，我们治疗干眼症的方法有几种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可以透过针灸。那透过针灸的
的疗效呢是比较立竿见影一点的，因为我们透过针刺激穴位，可以让泪腺分泌呢比较多的泪液，那这样子也可以比较好的滋润我们的眼睛，让眼睛没有这么干。那像一般我们会针灸的穴位啊，就会像我们刚刚按摩的时候讲的赞足啦，然后或者是鱼腰，那其实会在上面鱼腰的上面有一个阳白穴，我们会透着一起杀。那这个其实啊有一点点拉提眼皮的效果。对，是在眼睛周围哦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说，刚刚我们讲的下面的这个四白穴啦、球后穴，这些都可以做针灸的。然后也有刚刚提到的刮痧的部分。不过这里刮痧的部分呢，还有另外一种刮痧的方法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刮颈后。哦，这边。对，那适合这样子刮颈后的人群呢，比较偏向是上火的、热的、热气的，这是我们讲的重所。因为有些人上火的情况下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热积在上焦的情况下，眼睛会干涩嘛，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刮颈向后面的这个地方，让热比较快的退下去。那其实临床上蛮多患者刮完痧之后，就会觉得眼睛比较亮，比较舒服一点这样。那一般上有些时候我们去所谓的按摩，会敷那个热的眼罩，那个也有帮助吗？热敷啊，那是没有问题的哦，因为热敷其实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眼周。那我们眼周放松了，其实眼睛一定是会觉得比较舒服的。那一般在家里热敷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最后请问郭医生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补充的吗？是。是的，我们日常生活都很多用手机啊、看平板电脑啊，所以在专心看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呢，要记得多休息。所以每次20的规矩了，每20分钟呢休息一下20秒钟，20秒钟呢就往远处20尺看一下，休息一下眼睛。那么眼睛也眨一眨，如果眼睛干涩的话呢，是放一些药水，那么就会避免这个干眼症。好，希望大家看了这一集的节目之后呢，就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呵护自己的眼睛了。那么当然也希望大家呢不会受到这个干眼症的困扰。是的啊，再次谢谢潘医师还有郭医生的分享。那么当然呢也要谢谢素成大哥还有阳光可乐，谢谢。还有再过5天呢就是大年初1了，我们要跟大家拜个早年。我们在这里祝大家眼睛亮晶晶，遍地是黄金，3年福寿安康，恭喜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2年行大运来，早生贵子，恭喜发财。